大家周末好，这里是宋说新语。根据韩国媒体消息韩国的原子能研究院的先进量子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金在旭的研究团队发现他们已经确定了一种即使在室温下也能实现大规模量子纠缠的量子材料的这种候选材料。那这个原子能研究所的研究小组通过实验证明特氧化铟可以作为用于量子计算机的器件的量子自旋液体，就是所谓 QSL 的材料，并提出了实现室温量子计算的可能性。那么原子能研究所在23号宣布研究成果呢已经在《自然物理学杂志》上刊发了。我们看一下这个研究机构的情况。那这篇论文主要的作者呢来自于韩国的延世大学、美国罗格斯大学、韩国先进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及刚才说的原子能研究院等等。那的共同遗作呢叫郑泽善、许湘涵和金在旭他们是共同的第一作者。这个许湘涵像汉语拼音有可能是华人或者中国人。他们分别来自延世大学、罗格斯大学和韩国原子能研究院。他们在新材料和强关联电子领域呢是有相当的研究的。那二作呢是金范贤，他来自韩国高等技术研究院，就这个地方。他们在理论凝聚态物理方面有一定建树，这个和 LK99 也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介绍的呢就是申贤俊和蔡英杰，这都是延世大学的研究人员。再一个呢就是文恩国，来自于韩国科学技术研究院，也是凝聚态的物理专家。那最后一位介绍的呢是郑相旭，是罗格斯大学的物理学教授，他在凝聚态物理方面有很高的声誉，特别在复杂的氧化物研究方面。当然还有一位呢就是金在勋Kim Jo-hun 他们是延世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在强关联电子材料和拓扑绝缘体方面是有杰出成就的。可以说这篇论文汇集了韩国和美国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顶尖团队，他们可以说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有比较独特的成就和一定的地位，这都侧面反映了这个论文的重要性。这个研究的这个主角叫什么呢？叫特氧化铟TBINO3 可以，我觉得应该是读特氧化铟。第一个 TB 就是特元素，IN 的是阴元素，氧然后3，所以呢我把它读作特氧化铟，我不知道对不对也可以读成是不是TB in 3 in O3 那这篇论文它可以说它总结了莫特绝缘体特氧化铟的特性，发现呢它在整个的 1.5K 到 300K 的温度范围内都能呈现出平方频率依赖的这个电导率。这在半导体和这个绝缘体材料中是非常罕见的。通过在太赫兹时间域光谱学的测量这个特氧化铟它在太赫兹区域观察到了独特的电导率随着频率的平方成正比的关系，这是一个特氧化铟的结构。以及这个光学生子模式与激发态连续谱之间的Fano 干涉这表明呢存在非常强的这个Fano spine 交互作用。那第三个呢这个图表里边显示这些特性表明呢这个特氧化铟呢存在非常独特的自激发态即使在室温下也能非常稳定，这可能与它比较强的这个几何水平相互作用和这个自旋轨道效应有关。那这些新发现呢可以说有助于理解强关联电子体系中这种高度纠缠的量子态，并且为室温环境下探测和控制这种高度纠缠的量子自旋液态呢打开了新视角。刚才我们说了一个词叫量子自旋液态，这个量子自旋液态就是 QSL 呢可以简单介绍成这个情况，它是一种新的量子相态，其中自旋就是量子磁矩处于液体般的这种无定型高度液化的状态。在普通的磁性材料中，我们讲 LK99 各种铁磁性、顺磁性是吧？这个自旋就是量子就磁矩的自旋往往会定向排列成有秩序的结构，
比如像铁磁性和抗磁性，它们在这个自旋液体中啊，自旋保持着这个无定向性。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自旋液体呢，需要在低温强磁性关联和自旋几何相互作用下形成，它代表了一种高度的量子纠缠的新物态。当然这个自旋液体呢，也可以出现自旋子这些量子激发这是一种新型的准粒子，可以携带自旋，但是不携带电荷。那么自旋液体呢，目前只能在极低温下，就是几个开尔文下存在，就跟做那个超导研究差不多。如果能在室温下实现自旋液体那恐怕会大大的促进量子信息技术的这个开发。所以这篇论文就是这个特氧化烟在这个特氧化烟中呢，可能实现一种稳定的室温自旋液体状态，这在理论上可以支持室温的量子计算。所以从上面论文看出来这个量子自旋液态呢，是一种新奇的量子物理的状态，它可以理论上呢用于编码这个量子比特。所以这篇论文对于自旋液体具有重要的物理意义和应用前景。那这项论文里边呢，它的意义呢，除了这个室温这个量子计算之外它对材料学，特别是特氧化烟、莫特绝缘体这个进一步的研究呢，也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给这个量子就是说计算领域带来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而这些发现对于探索室温下的量子计算有重要意义。我们知道那个 LK99 里面那个 K 有一个金教授，老金同志，他就是研究这个莫特绝缘体出身的叫出家的，他做这个 MIT 和 MST 就是金属到绝缘体的转变和金属到超导体的转变起家的。他2007年有一篇关于金属莫特绝缘体之间的论文呢，在自然杂志上发表，引用达到了2000多次说明他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专家。那这在韩国对于莫特绝缘体的研究看起来范围是很大的。刚才我们一下讲了4-5个韩国的其他的科学和机构他们都在做这个相关的研究所以能看出来韩国这个国家是比较小国家，但是呢，他们往往能集中的克服几个尖端的难题，在这个领域呢，就是说攥中拳头来做突破，这也是一个办法，倒是不管 LK99 是否能够最后成功，你看他们在这个室温量子液态研究方面，这已经上了 Nature 的物理学杂志了大家知道现在量子计算机发展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现在的量子计算机呢，都是小规模的原型机，真正能实用的大规模量子计算机还没有被建造出来。目前公认最先进的呢，就是谷歌和UCSB 合作研发的 Sycamore 那个量子处理器，它包括53个量子比特但是这个量子比特还有一些问题，就是误差率可能比较高。目前呢，主流的量子芯片都需要低温环境，这又和超导比较像，因为它里边有的就是用的是超导的技术，通常呢需要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才能维持这个量子态，这就限制了量子计算机的实用性。你想想270度的这个液氦液什么玩意儿在冷却着，所以理想情况下，如果室温量子计算机能出来，那可以大大的促进这个量子计算研究。但是现在实现这个室温的量子比特确实比较困难，没有突破呢。刚才这篇论文我们说呢它就可能对这个量子研究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当然说这种量子自旋液态它这种材料叫特氧化烟，能马上应用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吗？我觉得这个还得慢慢研究吧，恐怕路还很长。因为现在这个量子自旋液态目前呢之前的研究量子自旋液态呢只能在极低温中存在。那这篇论文中呢他就研究了表现比较稳定的室温下的这种量子自旋的液态，所以这对室温操作这个自旋子量子比特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果未来能够在这个材料中成功实现自旋子的量子比特，并能就是可控的进行初始门的操作读出，那么就可能实现第一代的自旋子量子计算机。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目标呢，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需要突破很多的关键技术难点。而这篇论文呢，可以说是一个敲门砖，从这个材料方面给出了就是可行性的研究。所以呢，量子自旋液态这个量子计算机还属于理论的初级阶段，真正落地啊，还需要很多困难啊，还面临很多困难。所以这篇论文呢，只是迈出第一步。但是呢，对探索这个量子计算机的架构是有重要意义的。所以听了这些内容啊，不知道那些在股市上的人你激动个啥？路啊还很长。实际上，在这篇论文啊被公布之后啊，在股票市场上，那也涉及到量子计算的相关股票啊是大规模涨停。当然后来呢有波动啊，有涨的有停的，就涨跌互现。实际上这个跟 LK99 一样，就这项技术啊 Nature 都已经承认了，但是呢它依然啊就用到室温量子计算上，恐怕啊还需要在我们的有生之年继续研究，和股市啊毛关系都没有，远着呢。那好的，这是啊在韩国的一个新的关于室温下的量子技术的突破的一个论文，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那当然了，关于 LK99 的一些介绍呢，我们稍后呢会继续给大家介绍。谢谢大家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